我还以为你不要我的花姐姐了。进来。问灵王爷安，世子差小的送点心来，给王爷赔不是。啊！王爷，是希儿给我买回来的点心，她都忙成这样了，还记得带点心回来呢。你看，他倒是知错了。殿下不是不知，世子脸皮薄，嘴上没软过的，所以奴婢才来替他开这个口。你从哪儿来啊？奴婢打宫里来。叫什么名字？奴婢姓祥。来，一路从宫里来，辛苦了，赏你吃一个。多谢皇爷。吃吧。好吃吗？回王爷，这猪味道可真不错，奴才还是头一回吃呢。来，这以后在宫里要多替我照顾着希儿点儿。是。好，带他下去打个赏吧。多谢王爷。是王爷。希儿，路上慢着点，一定要当心啊！大姑娘，您太客气了，我一个老婆子哪用得了那么多呢？祖母在时最爱重您，若她还在，只会嫌我准备的不够多。苏嬷嬷，你就留在花家安享天年不好吗？大姑娘，我知道您为了我好，可如今老夫人去了，我一个人留在皇都也没什么意思。到了我这把年纪，你就让我落叶归根吧。现在孝期已过，这件东西，这个簪子，老夫人从前常戴着，她病重的时候送给了我。你说，我一个土埋半截的人带走它做什么呢？我就借花献佛，把它转赠给你。多谢。这个簪子，老夫人从前常戴着，她病重的时候送给了我。你说，我一个土埋半截的人带走它做什么呢？我就借花献佛，把它转赠给你。多谢。我在这个房檐，我已经长了40年了。楚琪，交给你了。祖母，您放心，以后我会像您那样，无论穷达荣辱，永远走在前头，尽我所能带着画家
护着画家，无愧您的信任和托付。诗文与梅字要随心，越是好不好的尝一尝。哎，王李总，横5竖3。横5竖3，来，您拿好。我来一个，哎横3竖4。横3竖4，对，您拿好。谢谢。小5，再补一点啊。横6竖6。您这个吉利。谢谢。不要，给我也来一个。嗯。哎，顺。好，我是个顺字。好的。你是啥？小把戏。都是往果子上写的字儿，你看吧，过2天满大街都是。今年果期都已经过了，别家店铺就是想象版，来不及了呀。哎，我来一个，我要横3竖5。横3竖5。横7竖8。拿起。捡起来。呀！大家过来看呢，他拿了一个小王燕先生，你总算回来了，你不会再走了吧？我也想死燕先生了，我更想哥哥。你呢？不过，以后我只怕没时间上早课了。但是每日申时之前我一定回来，可以吗？燕先生，为什么不上早课了？那里是哪里啊？你哥哥啊，嫌咱们工钱太低，在外面找了一份工，每日在外面完工后才能回来。哥，你就求求花姐姐给你涨工钱嘛，这赶来赶去多麻烦呀！我们想要燕先生。我从没和人这样逛过街，也不为别的什么事，就这么随便的走着买着。那以后我常陪你。你以前喜欢过什么人没有10来岁的时候有过，哦，但后来我找到他了。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我以前没有喜欢过什么人，但是你会小教场来找我，我心里便想，我要好好对待这份情谊。我也没有与人这般相处。若我有做的不好的地方，你要跟我说。听你的口气，好像是要做什么大事业。那万事开头难嘛，一开始总要勤学多闻。那你说说，你学什么了？我说出来你不要笑话我。我找蓉儿借了好多画本，走马观花看了一遍。那你看出什么来了？我还做了好多批注，你要不要看？我还是不看了吧。那以后我们常待在一起，这样就熟能生巧了。我想过这件事情。白天家里人多口杂，晚上还清静一些，咱们可以一起吃夜宵啊。小教场里有棵老树，树干上有个窟窿，你若是空了，就留便条在里面，
告诉我你想吃什么，几时有空。若是没空就算了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燕西啊，我不愿意编造你的身份去骗他们，再等等，等时机合适了再让他们知道，好吗？听你的。我看那些话本子里，常有因为一句误会便分开的。其实坦然些，早些说明白不就好了？是啊。那你有什么实话要同我说吗？其实。我不是太喜欢吃甜的。其实我也喜欢安静待着，不喜欢听人说话。行，那我以后少说话。终究是跟秦二贵停战了。终究是要为孩子着想的。不过说心里话，他对李哥还真的是不错。三舅母，三舅母！哎呀，三舅母，虽然你这是怎么了？起来再说。你快救救我娘吧！你娘怎么了？我娘被打的，打得快活不了命了。那个畜生！哎呀，随安，你这么大个小子，你就不能替你娘打回去吗？哎呀，你别这样！终究是他亲爹，哪有儿子打爹的道理？那这也没有打死夫人的道理吧？随安，起来，我跟你回家去，走。哎呀！出什么事了？显儿又被那个姓杨的打了。我去他们家论理，那畜生跟我唱空城计，说是去了什么诗会喝酒，家里打得烂糟糟的。那三婶既然去了，就应该把二姑母接回来。你不提这茬啊，我还不生气呢。贤儿那个没主心骨的，我让他回来，他死活不肯，说什么家丑不能外扬，无缘无故的回到娘家来过夜，若是传出去，随安也做不了人了。这话说的也不是没道理，她一个外嫁的女人，总不能一直在娘家待着吧？就算我们几个能照顾她个3日5日的，可她终究还是要回去的。贤儿也是这么说，避得一时，待回去了，又要被那个姓杨的打个半死了。我都气急了，我想硬拽着他回来，他可好，摆出一副要寻死的模样，说什么我再逼他的话，他就一头撞死。他说啊，横竖他都没脸活下去了。随安怎么劝他都没用，我呀，都要气得两眼发昏了。哎，这二姑母要是自己不松口，三婶就是有3头6臂也带不回来。这件事情还是得从长计议。你说我们女人的命，怎么就那么苦呢？那这有什么法子呢？她既然嫁了这样的人，那就是她的命。不过话说，那个姓杨的当初也是老夫人亲眼过目的，看着文质彬彬、人模狗样的，竟然是这样的东西。但是能有人什么办法？也只能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了。不是的，我不认为这是二姑母的命，我也不信命。芷儿，难道你有法子吗？
这男人过不下去了可以休妻，那女人过不下去了也可以休夫啊。大姑娘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这女子怎能休夫啊？那不能休夫就和离，大清律法是有和离这一条的，而且没说只能由男子提起。和离？你的意思是让他离开杨家，回到娘家？是啊。那也不至于这样吧？那三婶认为有什么法子呢？我觉得就让燕先生打他一顿，打到他服，让他别以为咱们家是没有男子汉给咱们撑腰的。是，我也想打他一顿，打得越狠越好。那打完了呢？这事就结束了吗？只有让二姑母和随安离开那个家，回到这里来，离开那个魔窟，这才是根本。你说的这是糊涂话，杨家才是姑母和随安的家，咱们这里最多算是娘家呀。那样不把人当人的地方，也配叫做家吗？但也不能说离就离吧，这样让你二姑母还怎么活呀？难不成要让二姑母被扫地出门，成为笑柄吗？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桩婚。芷儿，你莫要再说这种吓人的话了，什么合理不合理的，不要再提了。当然要离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就是知道你一定会跟我想的一样。你说，你姑母怕耽误他儿子前途，可你表弟若还有一分人性在，就不会愿意让他母亲在这种人身边待上哪怕片刻。表弟是想让姑母回来避一避，但是和离的事情还没有告诉他，不知道他怎么想。花枝，你也见过我母亲？是，有过一面之缘。王妃对我很好，我倒宁可她从来都不是王妃，哪怕这样一来就不会再有我。我也宁可她从来都没有嫁给过我父亲。花枝，我也为人子，对我来说，什么都比不上母亲平安喜乐。随安一定也这么想。快尝尝，这是咸粥，一点都不甜。好。芷儿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再去趟杨家，去就回。你真的要劝你二姑母和离呀？非去不可。我不赞成，你要去你自己去。芷儿，这可是伤阴质的事儿啊。无妨，我自己去也是一样。哎。其实，若你不嫌我越俎代庖，像这等龌龊之人，我大可以让他求死不能，让他再也进不了你姑母跟表弟的身。可是这个事情不能硬来，要姑母自己想清楚了，站起来离开那个男人身边，他和表弟才能光明正大的回家。要不然，就算他们回家了，也经受不住外面的流言蜚语。有道理。你要如何做？我明天要再去一趟杨家。我是去劝姑母的，不会和那杨琪起冲突。但是如果怎么？如果我天黑之前没有回来，恐怕要劳烦您来一趟了。放心。哎呀，稀客呀！哎呀。这稀客临门，本应出门迎候的，还请华大姑娘海涵呐。姑父言重了，是侄女该常来拜访才是。不知姑母怎么样？呀，你来的不巧了。自打岳母大人驾鹤，夫人伤心过度，这身子便一直不自在，懒怠梳妆，实在无法见客啊。这样啊，我既然不知，那我更应该见见姑母了。侄女儿。听姑父一言，还是待你姑母养足了精神，我自会派人到贵府上接你来看她。
闺阁女儿似这般独自出门，已有些不妥，不如姑父这就送你回去啊。姑父有心了，只是我今日来是受母亲、神母们之托。祖母大逝之后，我们家与宋家的那些纷争，想必姑父也有所耳闻。大家都知道姑母身子弱，怕她听到那些话疑疑惑惑，心里添堵，再加上心病，所以特意请我来一趟，告诉她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好让她宽宽心。如此啊。咦，那你就同姑父说，也是一样的啊。这些话怎么好意思和姑父说呢？姑父，我要是今日没有见着姑母，回去必定会遭长辈们的谴责，大家只会觉得我年纪小，不会说话。到时候大家一起前来拜访，岂不是要大动干戈了？所以姑父就让我见一见姑母嘛，这都是自家人，也不害怕什么梳妆不梳妆。好，那就这边请吧。啊，多谢。开门吧。姑母，我来看你了。姑父，我同姑母表弟说几句私房话。也好，夫人啊，仔细身体，别说的太多了啊，伤神。是官人。这儿，你何苦又来呢？姑母，您今日得同我回去，不只是今日、明日，从今以后，长长远远，您再也不要回来了。姑母，花芷读过大清律法，知晓怎么合理。只要您愿意，可以永生永世同那个人再没有干系。合理？这怎么可能啊？娘，合理好，咱就合理吧。儿子是真不能再看您受这种苦了。傻孩子，我要是走了，他该把气撒你身上了。那我就跟您一起走，还不行吗？哪有这样的事？你是他杨家的后啊。况且你的前程要紧。姑母，您让随安每日看着您过这样的日子，他身为人子，心里是什么滋味啊？况且，他就算留在这里，照样要遭他爹的罪。您不必瞒我，我都知道。我也知道你是担心他的前程，举告亲父，不得举孝廉。但这是我站出来为外家的女儿主动举告，同随安有什么干系？他回去了，照样可以上花家的族学，参加乡试，与前程无碍的。娘，石姐姐的办法句句说在我心坎里，莫说无爱前程，便是有爱，我也1000、10000个愿意。娘，您就听芝姐姐一句吧。都怪我，那姓杨的根本就不是人，我怎么能让芷儿一个人去呢？不然我去看看吧。哎呀，你别，连芷儿都回不来，你就像个软脚蟹似的，去了还能回来吗？还是我去。小心点儿。姑母，你究竟是担心随安，还是自己害怕不敢离开？随安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你就莫拿他来推举了。芷儿，你说的对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蒙着脸，稀里糊涂的过活，是我胆子太小，拿随安当借口罢了。我也该醒了。即便叔父他们不在家，
咱们花家的女儿一样不能受欺负。你有家，咱们回。万事你莫怕，由我来说。姑父，这门怎么锁了？好侄女儿，我夫人病中烦闷，我想了想，正好留你下来住些时日，陪他们娘俩说说话。姑父何必这般留客？您就算不说，我也想留下来陪姑母的。你先把这锁打开吧。我若是不打开呢？爹，你闭嘴！姑父，我和家里说过申时便回去。我要是不回去，我母亲他们要担心的。这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我自会料理。你们且在里面好好的叙旧吧。啊，姑父，行了，侄女儿，咱们还是打开天窗说亮话。你教唆我儿背弃祖宗，拐带我夫人私自潜逃，这些我可都听到了。怎么，我们杨家的家事儿还轮到你一个外人来指点了？那我便承姑父的好意，留下来叨扰几日。只不过我是个外人，终究是要回去的。哼，回去？好一个伶牙俐齿的侄女儿！你我心知肚明，但凡留你这个祸根一日，我杨家便一日不得安宁。你大概还不知道吧？桂皮街越秀小馆的杨掌柜，正是我杨某人的堂侄。你把他诱骗进花家，绑进柴房的狠辣手段，我可都知道了。我本不欲与你为难的，奈何你自己送上门来，那就别怪姑父我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了。你待要如何？花大姑娘探望姑母，本想小住几日，不料染上了恶疾，一病不起，不日而亡。哎呀，可怜呐，可怜！哎，姑父这计谋如何啊？啊？官人，官人，我不走了，我死也不走了，你让侄儿回去吧，官人。太迟了。爹，你就是别叫他回去吧，儿子再也不敢了。唐军，老黄，花家的三夫人来了，还有前牌楼的老爷同您约的酒局也该走了。我先去打发了他，待我喝完了酒，再处置他们。官人，官人。三嫂，哎，怎么你一个人回来了？侄儿呢？我嘴皮呀都磨破了，一会儿陪笑，一会儿吓唬。那个姓杨的就是咬死了，侄儿犯了痘疮，说他见不得人，车马也坐不了，得养好了才能回来。天哪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嫂嫂们，我想了这半日，倒是有个主意。快说！当初咱们家的钱财被骗，侄儿找了七秀司。如今若是也能请得动他们，说不定……对，恶人偏怕恶人磨。那姓杨的就是个小鬼，七秀司那群人可是阎王啊！走，我同三嫂一起去。哎呀，你就快别去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先顾好自个儿吧。没事，我自己去。七秀司就七秀司嘛，大不了被打一顿。不是三嫂，我跟你一起去啊。我们一块儿去。好，好，好，咱们一起。秦姨娘，你也去，你最能说。邱姨娘，照顾好玉儿。走。走。他就是个畜生！我若昨夜听了你的话，跟你走，万事皆休。侄儿，是我害了你。孙安，现在是什么时辰？我姐，大约申时3刻。你去把笔墨纸砚拿来。好。姑母，我先教你把贺离书写了。哎呀，现在写这个还有什么用啊？他说真想害你，我也不必和离了。我到空堂跟他一决。你想通了就好，咱们先把贺离书写了，其他的再做打算。好。花芷还没回来，不办是一种麻烦了。等不到天黑了，我现在就去。叶先生，叶先生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
林姑娘跟我说，大姑娘被扣在杨家了。我现在过去。你先去七秀司吧，夫人们没法子，去七秀司闹了。让我们进去！不能进去，不行！快走，快走！关起来了！别在那多想，让我们进去！快走！不能进去！怎么回事？头，他们来告求，说花大姑娘的姑父不让他们回家。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咱这儿又不是县衙。我跟他们说，你们把京津衙门七秀司当什么地儿了？县衙都管不着这事儿，结果人家跟没听着似的，接着跟咱闹。不行，这样下去会闯祸的，得想个办法让他们离开。也求求让我们进去，让我们进去吧！别吵！让我们进去！起来！求你了，让我们进去吧！让我们进去啊！哎，各位夫人，怎么样了？叶先生，你也来了。他们七秀司不管我们的事儿。叶先生能来，看来是个重情义的。咱们都是忙晕了，竟忘了咱家也是有男子汉的。哎，只是姑娘被姑老爷扣住了，不让回家。啊，各位放心，我现在就去姑老爷家看看。各位还是回去等我消息吧。哎，燕先生，借一步说话啊。哎呀，来，我一个亲嫂子去了，杨琦尚且不放人。叶先生是咱们家的武先生，除非他把杨家的人里里外外的打趴下，不然他凭什么把芷儿带出来啊？你说要用拳头去吓唬他2下，那杨琦是不吃这一套的。既然他咬定了芷儿是身子不好，那咱们还能硬搜吗？把杨家里里外外都打趴下，倒也不是什么……哎呀，燕先生啊，双拳难敌4手，你不用内疚啊。只是方才呢，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，来，你们看看，燕先生这身形，越看越像那个谁？像极了，是不是像极了那天那个戴着面具的罗刹鬼？对，要不说还是三夫人眼睛毒呢。你看这身高，这体格。对呀，反正那罗刹鬼戴着面具，谁也不认得。只要燕先生戴上面具，气势拿出来，保管马到功成，我看眼下就只有这个法子了。三嫂，不能再耽搁了，花芷还困在杨家。叶先生，求你了，你要是不开，芷儿就回不来了，求你了。我觉得就这样办吧，救人要紧，你不用紧张，待会儿我手把手的教你怎么演。